美国有位育儿型网红在网络上面分享6个小孩的家庭生活，收获了大票的粉丝，但他最近却因为虐儿面临到最高30年的刑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网红虐儿事件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美国有一位叫做 Ruby 的网红妈妈，因为同时带着6位小孩，生活还能够维持得井井有条，有超多的粉丝崇拜她。她的 YouTube 频道在巅峰时期订阅数高达了250万，甚至还出过教养课程，是很多新手父母的育儿明灯。没有想到去年8月呢 ，Ruby 却因为虐待小孩被逮捕了。经过法院审判之后，她将会面临4到30年的牢狱生活。消息传出之后，虽然震惊了很多人，但也有人表示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这次呢，并不是他第一次被指控虐儿。他的大女儿莎莉甚至还在妈妈被捕的当天，在社群上面庆祝正义终于得到伸张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Ruby 为何要虐待小孩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。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。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你最喜欢金庸哪部小说呢？今年是金庸诞辰100年，远流出版公司也推出了100年限定精装版的金庸墨迹。从色泽、纸张到印章的复刻，高度还原金庸平时操写佛经的一笔一画，是兼具收藏性与艺术性的遗作，限时限量不再版，要抢要快。另外呢，远流正在号召首批的荣誉侠士，催生台湾第一座金庸博物馆，赞助1万元，除了享有免费观展等服务，还能够永久的留名在馆史之中。而且现在参与集资，还能够抢先阅读杨照新作《金庸的武林》，重新认识金庸与他的武侠宇宙。现在就马上点击资讯的连结，了解更多，一起成为荣誉侠士，开启台湾武侠新元年吧。在2023年的8月底，美国时间早上10点50分左右，有个12岁的小男孩从一栋房子的窗户爬了出来。他不是在玩耍，而是想要求救。这个小男孩跑到邻居家敲门，拜托邻居能不能给他一点点食物还有水，说他肚子真的很饿。邻居注意到这个小男孩的脚踝还有手腕上面竟然都有胶带的痕迹，他觉得非常的不对劲，就立刻报警。警察赶到现场之后，发现这位小男孩非常的瘦弱，而且也有明显的营养不良，甚至身上还有伤口。他们赶快把小男孩送到医院治疗，同时间也去搜索小男孩爬出来的家。结果呢，警方在房子里面又发现了一位同样虚弱、营养不良的10岁女孩，她的身上还有跟小男孩类似的标记。而且更令警方震惊的是，这2位小孩的妈妈竟然是一个知名的育儿网红 Ruby。2015年 ，Ruby 创立了 YouTube 频道 Eight Passengers， 成员包含了她跟老公以及6个小孩。她的影片内容主要是记录家庭生活，除了分享身为6个小孩的妈妈会遇到哪些挑战之外，也会分享如何教育在家自学的小孩，或是烹饪的各种小技巧等等。很多粉丝喜欢 Ruby 跟家人的日常互动，觉得非常的真实又亲切，还有粉丝认为她是个幽默有趣的母亲。而 Ruby 也期待自己的影片可以让那些还在照顾小婴儿、彻夜难眠的新手爸妈们看到希望，看到这个辛苦育儿的尽头确实有光，而且这道光芒美丽又强大到值得每个家庭付出努力。在巅峰时期 ，Eight Passengers 的订阅数高达250万，总浏览量更是突破了11次。不过 ，Ruby 虽然受到了很多人欢迎，同时也饱受批评。网络上面呢有2个非常知名的片段，让很多人指控 Ruby 他所谓的教养技巧根本是虐待儿童。第一段影片呢是他的儿子查德跟网友分享，说他自己没有床，已经睡在蓝骨头上面7个月了。原因是呢，他有一次在凌晨2点钟叫醒弟弟，告诉他现在要出发去迪士尼乐园玩。然后等到弟弟兴冲冲的收拾好行李，甚至还戴好太阳眼镜时，查德才告诉弟弟，其实我是骗你的。这个恶作剧让 Ruby 很不高兴，也没收了查德的房间当做惩罚，让他在客厅上面的蓝骨头睡觉。而第2段影片呢，是有一次 Ruby 收到了幼儿园老师的讯息，想要请他帮忙送午餐给他的6岁小孩，但 Ruby 拒绝了。Ruby 告诉老师，他的小孩应该要自己记得带午餐，那现在忘记带的结果就是只能够饿肚子。Ruby 还说，希望没有人会给他食物，也没有人会介入，这样子他才能够汲取教训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人找到影片，发现 Ruby 生气时会威胁小孩要剪掉娃娃的头，也会呢因为小孩自己找东西吃而大声的斥责他们。
很多人都认为Ruby 的教养方式非常的可怕，他让小孩长期睡在支撑性不足的蓝骨头上，也不愿意帮忙小孩送午餐，显示出他完全不在乎小孩的身体健康，而且他因为小孩之间恶作剧，就长期剥夺小孩的隐私，也完全忽视了小孩的身心发展。这些争议的片段引起了大众的关注。在2020年的5月呢，有人发起联署，请求政府介入调查Ruby，怀疑他正在虐待儿童。根据Ruby的丈夫凯文的说法，因为联署的关系政府的相关人员来到他们家调查，甚至还花了2个小时跟每个小孩会谈。最后呢，他们认定证据不足结案。凯文还说，政府人员对他们带来的压力感到非常的抱歉。而Ruby也站出来澄清所谓的虐儿指控。他说查德会睡在蓝骨头上面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清楚地告诉查德，只要他愿意改变行为，随时都可以回去自己的房间。而查德呢，选择要花7个月的时间改善，他尊重查德。至于不给女儿送便当呢，是因为他们家距离学校有45分钟的车程，而且再过2个小时小孩就下课了，他认为只是饿一下，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而Ruby也强调，从那次之后，他的女儿再也没有忘记过午餐，而且呢，也学会了为自己负责，不再依赖别人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学习经验。此外，Ruby对于大众的批评呢，也非常不满。他认为大众只看到部分的影片就自己脑补，指控他在虐待小孩，甚至还有批评他是靠着剥削儿童来赚钱的网红。他认为这些人的不实指控呢，严重影响了他的家庭以及小孩的情绪。对他来说，乡民呢在网络上面随意批评，才是真正靠着剥削他们获得巨大的流量跟利益的幕后赢家。不过这一次的虐儿争议呢，还是对Ruby的频道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在虐儿争议过后，Ruby流失了大量的观众，原本日更的影片也变成了1周2、3支，后来甚至都没有再发布影片。2022年，Ruby 跟丈夫分居，也决定要删除 Eight Passengers 频道。根据他的说法，会这么做是想要保护小孩，让他们不要再被酸民的言论伤害。但Ruby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的事业，他转而跟乔迪一起经营育儿频道 Connections， 继续的分享教养技巧，甚至为新手爸妈开设育儿课程。那虽然没有过去这么多的粉丝但Ruby 跟乔迪共同经营的 IG 也有超过30多万人的追踪。不过Ruby跟乔迪发布的影片让越来越多人感到不安，他们会在影片当中强调，父母不应该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，不应该要倾听孩子声音，甚至是孩子不值得拥有隐私等等的极端言论。Ruby 的邻居也发现，Ruby 经常外出好几天，把小孩单独留在家中。但询问政府机关，相关人员表示说，只要有足够的食物，确保小孩不会受到伤害，他们不一定会介入，所以事情也就这样子不了了之。直到2023年8月发生了开头提到的小孩求救事件，Ruby 被逮捕了。Ruby 被逮捕的当下，他的大女儿莎莉在 IG 上面发文庆祝，说他过去呢，他和家人一直很努力的通报警方请求支援，很高兴这次警方终于挺身而出，而正义也终于获得伸张。今年的2月20号，Ruby 在法庭上面坦承他有虐待孩子的事实，他的小孩不止没有饭吃、没水喝，还有被殴打、捆绑，甚至是言语羞辱的情况。认罪协议当中提到，Ruby 曾经把儿子的头强行压到水中，再穿着靴子踢他，也曾经强迫女儿在大热天上面赤脚走路，除了不给她水跟食物，还咒骂女儿很邪恶着魔了。而他的合伙人乔迪也曾经逼迫Ruby的女儿多次跳入仙人掌当中。那因为他们对于小孩种种残忍的虐待行为法院最终判决Ruby跟乔迪最早4年，最多30年的监禁。那尽管Ruby在法庭上面认罪，但他还是坚称自己是被骗了，还有自己被诱导相信这个世界很邪恶，而他必须要虐待小孩才是对于小孩最好的。Ruby 的律师呢也认为，乔迪有系统的把Ruby跟他的家人隔离，让他产生了错误的认知，最终才会犯下大错。不过面对这些指控呢，乔迪都没有正面回应，而Ruby的丈夫则在事件过后提出离婚申请，并且透过律师表示，他很不忍心小孩受到这些不当对待，会尽快的让小孩恢复正常生活。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Ruby说，外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一个家庭的内部运作，但是大众却靠着这些模糊的猜测或是断章取义，严重的影响他的家庭生活。当下我们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，可是换个角度想，这几起案件不就是因为邻居很热心通报才会被揭发吗？所以我们又去查了台湾的家暴防治准则，才发现说，其实不管怎么样呢，一旦发现有疑似虐待儿童的情况，就应该要立刻通报110或者是113。就要由专业的警察或社工来关心个案，并且了解状况，然后再由他们评估和查证家暴是否属实。因为有时候就连当事者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正在家暴，或者是承受家暴。所以我们没有很认同Ruby的说法，我们认为呢，或许可以把这种通报看成是一个互助的机会。
如果评估过后确定有家暴，大人跟小孩可能可以接受心理咨商啊、亲子教育，又或是政府单位可以提供相关的经济、法律协助。如果情况严重的，社工也能够评估是否要启动小孩的安置流程。透过这些政府的资源介入呢，能够想办法帮助这些家庭重新回到生活的常轨上，减少家暴再次发生的可能。那如果不算是家暴，家长也能够借这一次的机会获得一些亲子教养的支持资源，帮助大家一起度过育儿难关。那么最后也想来问大家，如果你是Ruby的邻居，看到一个瘦小饥饿的小朋友跟你要东西来吃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会在能力范围内给他食物，但可能没有心力做更多。比如我会去找他的家长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C 我会直接通报政府机关，交给专业的人处理。D 我应该会假装没看到吧，不想要自己的生活被影响。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放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美国网红虐儿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底层网红以及爵士网红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